6年时间，从砸锅卖铁式逃离王室，喊着要追求美式自由，到悄咪咪买下葡萄牙滨海别墅当中转站，放话要常带孩子回英国探亲。哈里梅根这出回头草大戏，比当年轰轰烈烈的梅托闹剧还要打脸。很多人觉得这是兜兜转转后的亲情觉醒，是在外受了挫想家了。可往深了扒，就会发现哪里是什么浪子回头，分明是美国梦彻底碎了，手里的流量牌快打光了，只能掉头回来啃王室这最后一块老本。这场打着祖孙团聚旗号的回流计划，从根上就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利益博弈。哈里想趁着查尔斯还在位，念着父子情分的窗口期，抢着捞特权、铺路位。梅根想借着王室和解的人设，给崩盘的商业续命。而王室这边，查尔斯心软留了半扇门，威廉却把正门焊得死死的。一出你进我退的宫斗大戏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先给大家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络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一时兴起的探亲计划，是铺垫了好几年的步步为营。事情的导火索就是7月那场海格罗夫庄园的祖孙会面。哈里带着梅根和2个孩子，跟查尔斯、卡米拉喝了1小时下午茶。虽然全程保密，连张官方合影都没有，可转头苏塞克斯团队就把会面融洽、关系缓和的风声放了出来。紧接着没过多久，《每日邮报》资深王室记者艾利森·博斯霍夫直接爆出猛料：哈里·梅根正在认真考虑逆转当年的梅托决定，计划以半定居的形式重返英国生活。他们在葡萄牙梅利德斯的滨海别墅，就是专门用来过渡的中转站。消息一出，全网哗然。谁还记得2020年，俩人是何等风光的宣布退出王室公职，拍着胸脯说要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财务独立，要去美国追求自由和隐私。那时候的哈里，连威廉的劝阻都听不进去，白金汉宫的大门说走就走，仿佛多待一天都要窒息。结果6年过去，主动提要往回凑的还是他们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葡萄牙这处房产，早在2023年，俩人就斥资数千万英镑买下了这处2英亩的滨海庄园，还专门请了高端设计团队，耗时3年翻新。2026年刚全部完工，别墅自带私人泳池，全套私密安防，从这里飞伦敦只需要短途航程，不用跨大西洋折腾，地理位置可以说刚刚好。按照他们对外的说法，这就是个度假屋，没事带孩子过来晒晒太阳。可仔细品品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首先，这里私密性极强，远离英美媒体的围堵，方便他们频繁往返英国跟查尔斯私下见面，不用一落地就被英国民众和记者盯着，进退都有余地。其次，2个孩子住在欧洲，能慢慢适应英伦的生活节奏，逐步拉近跟王室家族的距离，不至于突然搬回英国引发舆论爆炸。最后，就算王室那边态度强硬，民众抵触强烈，他们也能退回葡萄牙，不至于彻底颜面扫地，相当于留了个安全缓冲带。说白了，这处别墅根本不是什么度假休闲的地方，是他们踩回欧洲的第一只脚，是试探王室底线的桥头堡。先从常回家看看的温情牌打起，慢慢增加露面次数，逐步渗透回王室圈层，时机成熟了再谈定居、谈待遇，温水煮青蛙，一步一步往回挪。哈里的发言人也说得很明白，以后每次带家人返英，都会继续申请王室配套的全天候安保待遇。这话听着是关心家人安全，实则是把诉求摆到了台面上，探亲是假，要回王室核心成员的身份待遇才是真的。很多人觉得哈里是想家了，想让孩子多陪陪爷爷，真这么想就把他看得太简单了。军旅出身的他骨子里不是没分寸的人，可这些年的操作步步都踩在利益点上，这次高调提长回英国，藏着3层实打实的算计。第一层，死磕安保的本质是要王室身份的官方印章。GB News 的王室评论员帕特里克·克里斯点破了一个所有人都能看懂的矛盾：哈里常年独自往返乌克兰、欧美多国出差，全程只靠私人安保，从来没喊过人身安全受威胁。梅根也经常独自出国度假、谈商务，没王室护卫也安然无恙。怎么唯独一踏足英国的土地，就反复渲染风险，死磕公费安保？答案再明显不过，他要的从来不是那24小时的警察护卫，是这份待遇背后的身份象征。全天候公费安保，
就是王室顶级成员最直观的勋章。只要拿到了这个待遇，哪怕王室嘴上再撇清关系，在外人眼里，哈利也还是核心圈层的自己人。以后不管是谈商业合作、做演讲，还是拍纪录片，这份身份背书都能直接抬高价码。前王室安保主管戴维斯说的更直接，一旦给哈利开了这个先例，就等于退出王室的人也能无条件享用顶级警务保护。王室坚守了几百年的权责对等规则就彻底崩塌了。往后哈利夫妇就可以无限次往返英国，长期滞留，拿着纳税人的钱给自己撑场面，却半分王室责任都不用承担。这笔账怎么算都是王室亏。第二层，拿孩子当谈判筹码，吃定查尔斯的隔辈亲。资深王室记者罗伯特·乔布森分析得很透彻，哈利心里清楚得很，查尔斯是他唯一能争取到优待的窗口期。一旦威廉继承王位，王室所有资产、特权的通道都会彻底对他关闭，所以他必须趁着老国王还在位，还念着父子情分的时候，赶紧铺路。而阿奇和莉莉贝特就是他手里最管用的一张牌。77岁的查尔斯还在抗癌治疗，晚年最看重的就是亲情，4年没见孙辈，心里本来就有亏欠。哈利频繁带孩子回来探望，就是要持续打温情牌，用祖孙亲情软化舆论，也软化王室的立场。一来二去，见面多了，感情深了，再提什么待遇、什么遗产优待，查尔斯就更难拒绝。甚至他还想借着频繁露面，巩固2个孩子的王室头衔存在感，为以后孩子涉足王室事务铺路。毕竟头衔这东西，不用就会被淡忘，常刷脸才能保持分量。等以后孩子长大了，哪怕没公职，顶着王子公主的名头，也照样能靠身份变现，等于给后代留了一辈子的金饭碗。第三层，美国梦彻底凉了，王室身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说1000到1万，要是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，谁会愿意回头看王室的脸色？现实是，俩人的美国梦早就碎得捡不起来了。哈利这边，官司打一场输一场，跟内政部死磕了5年的安保官司，终审败诉不说，还要承担双方合计150万英镑的诉讼费。告《每日邮报》母公司的隐私官司，97项指控全被驳回，总诉讼费高达5000万英镑。他作为牵头原告，至少要摊上1000万英镑的账单，本就不宽裕的家底直接雪上加霜。他最引以为傲的不可征服运动会也走到了瓶颈。作为他军旅生涯留下的最后一张正面名片，本该是口碑压舱石。可这几年，随着和王室决裂，英国本土赞助商纷纷撤资。2027年，伯明翰站的招商进度只完成了不到40%，3家谈妥的本土大企业全部临时终止合作。门票开售3个月只卖出不到30%，连场馆租赁成本都未必能覆盖。这块金字招牌要是砸了，他就真的只剩王室八卦这一条路可以走了。事业碰壁，口碑也一路下滑。身边朋友都透露，哈利现在在美国越来越觉得不受欢迎，出席公开活动经常遭遇冷遇，曾经围着他转的名流圈子也渐渐疏远了。说白了，没有王室王子的身份加持，他在美国就是个普通的过气名人，没人会一直捧着。这种情况下，往英国回流，重新绑定王室身份，就成了最稳妥的退路。哪怕拿不到全职公职，只要保持关系缓和、常来常往的状态，商业价值就能稳住，不至于彻底凉透。最让人意外的是梅根的态度。当年撺掇哈利离开王室，头也不回奔赴好莱坞的是他。现在全力支持哈利回流，主动提修复王室关系的也是他。很多人觉得他是转性了，开始顾家了，可往深了想就明白，他哪里是看重亲情，分明是自己的好莱坞路走死了，需要王室这层滤镜给自己的商业续命。想当年，梅根刚到美国的时候有多风光，靠着王室公爵夫人的名头，一出手就拿下了网飞1亿美元的大合约，还有 Spotify 的播客天价合作。好莱坞派对的 C 位说战就战，名流闺蜜一堆一堆的。她雄心勃勃要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，推出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， 主打高端有机路线，一瓶果酱卖几十美元。上线初期靠噱头，还真创下了秒空的战绩。可泡沫总有破的一天，网飞的合约到期之后，平台根本没有续约的意思，高管甚至直接取关了他的社交账号。
他的个人真人秀《With Love》、Meghan 2季播完直接被砍，业内评价他叙事重复，没新意，翻来覆去就是那点王室恩怨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Spotify 的播客合约黄得更早，到期直接不续，高管还暗戳戳讽刺他们拿高薪不干活。他押上全部心血的 As Ever 品牌更是亏得一塌糊涂。今年年初，网站一个漏洞，直接扒光了真实库存，全品类超过65万件商品压在仓库，果酱22万罐，蜡烛9万支，茶叶11万罐，还有7万多瓶滞销葡萄酒，总货值超过2100万美元。更棘手的是临期问题，果酱、花茶这些食品保质期都集中在2027年夏天，只剩1年多的销售窗口，按现在的销量，至少80%会直接过期，仅食品线损失就可能超500万美元。网站流量更是跌得惨不忍睹，2026年上半年直接跌了46%，从1月的26.8万月访问量跌到6月的14.5万，美国本土的核心访客只剩6万多。合作的10几位美国本土生活类网红接连解约，说品牌负面争议太多影响账号口碑。原本谈妥的美国西海岸高端商超入驻计划，也因为口碑下滑临时搁置。好好的高端品牌，现在沦落到靠内部赠送清库存。Netflix 洛杉矶总部2个储物间都堆满了，员工免费拿，有人一次就带走10多件，彻底沦为了公司福利品。事业全线崩盘，圈子也渐渐融不进去了。知情人都透露，梅根现在在好莱坞越来越有局外人的感觉，曾经追捧她的名流圈层慢慢疏远，新项目根本拉不到投资，所有计划都寸步难行。她想打造独立女性的人设，可观众对她的兴趣点从头到尾都绑在前王室公爵夫人这个身份上，离开了王室光环，她什么都不是。这种情况下，支持哈里回流王室，对她来说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首先，只要对外营造出和王室和解、关系缓和的氛围，她的公爵夫人身份就更有分量，品牌溢价就能重新抬起来，滞销的库存也能借着热度轻一波。其次，不用真的搬回英国受规矩约束，住在葡萄牙当中转站，想回去就回去待几天，不想回去就待在欧洲，进可攻退可守。最后，还能立一个为了家庭放下恩怨的大度人设，挽回一点路人缘。他甚至还有更深的盘算，现在多让孩子跟王室走动，保住王子公主的头衔，等以后查尔斯100年，威廉继位，哪怕哈里不受待见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不会做得太绝，等于给2个孩子铺好后路，以后哪怕夫妻俩的流量吃完了，孩子还能接着吃王室身份的红利。说白了，他哪里是想回王室，他是想把王室当成自己商业帝国的背景板，需要热度的时候就凑上去蹭一波，需要立人设的时候就退回来标榜自由，好处全占，责任半分不担，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面对哈里频频地过来的亲情牌，查尔斯的态度一直都很矛盾。作为父亲，他心里肯定是挂念小儿子的，更别说4年没见的孙辈，隔辈亲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可作为国王，他又很清楚，王室的规矩不能破，特权不能随便给，一旦开了先例，后面的麻烦就没完没了。所以他的应对方式一直都是私人层面留情面，官方层面守底线。哈里要带孩子回来见面，可以安排在自己的私人庄园海格罗夫，以家庭聚会的名义进行，卡米拉也会到场作陪，既是礼数，也算是个见证者，避免后续说不清楚。会面全程闭门，不发官方通稿，不拍正式合影，所有内容都定义为纯私人行为，不代表王室官方立场。换句话说，他愿意给哈里一个父亲的台阶，愿意满足自己见孙辈的心愿，但绝对不会给任何官方层面的认可和优待。你说想常回来看看，可以以私人身份来，住自己的地方，自己负责安保。你说想修复父子关系，可以私下见面聊天没问题，但想恢复公职，要公费安保，要王室待遇，门都没有。而且经过上次泄密事件之后，查尔斯的戒备心更重了。本来好好的保密会面，转头细节就被苏塞克斯团队捅给了媒体，还故意往国王主动策划、重视会面的方向引导，等于把他的心软架在火上烤。这是之后王室内部直接定下了新规，
以后哈里的私人会面必须有第三方工作人员在场见证，全程禁止携带电子设备，谈话内容不能涉及公务、头衔、安保这些敏感话题，等于把边界划得更清楚了。亲情可以谈，条件没得聊。查尔斯当然也有自己的私心，他今年77岁了，还在抗癌治疗，晚年肯定希望家庭和睦，不想把父子关系闹得太僵，落个冷血父亲的名声。可他更清楚，君主制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感情，坏了王室传承几百年的规矩。更别说威廉态度那么坚决，他也不能越过储君，擅自做决定，给王室未来留隐患。所以他现在的态度就是不拒绝见面，不答应诉求，不主动推进，也不彻底堵死，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拖着，给你一点温情的念想，但半分实际好处都不会给。既满足了自己的亲情需求，也守住了国王的职责底线，两全其美。哈里所有的算计里，最大的变量，也是最大的阻碍，从来都不是查尔斯，是威廉。王室专家海伦娜·查德说得很直白，没有威廉参与的和解，根本不算真正的王室和解。查尔斯现在给的所有情面，都是暂时的私人情感。未来王室的掌舵人是威廉，等他继位之后，今天所有的铺垫，大概率都会全部清零。威廉的态度有多坚决？兄弟俩已经快4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了，邮件不回，电话不接，连安妮公主儿子的婚礼都没给哈里发邀请，等于直接把他踢出了王室核心社交圈。这次哈里回英国，俩人最近的时候距离不到1小时车程，威廉都没安排哪怕1分钟的见面，公务行程排得满满当当，完美错开所有可能碰面的机会，摆明了就是不想见，也没什么好见的。很多人觉得威廉太冷血，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何必做得这么绝？可站在威廉的角度，他的强硬从来都不是针对私人恩怨，是为了整个王室的制度和未来。首先，信任早就彻底碎了，拼不回去了。从奥普拉专访扔种族歧视炸弹，到网飞纪录片拆王室的台，再到备胎自传把全家隐私扒得底朝天，哈里一次次把家族私事摆到全世界面前变现，一次次消耗王室的公信力。这些伤害不是一句“我想回家”就能抹平的。威廉作为威尔士亲王，要对王室的声誉负责，他不敢再给哈里信任。谁知道这次见面的内容，转头会不会又被写进书里，剪进纪录片里，变成新的流量素材？其次，制度的底线不能破，开了口子就会全面崩塌。威廉一直是精简王室的坚定推动者，他早就放出话来，继位之后要全面改革王室头衔管理制度，所有不履行公职的旁支成员都要逐步收回官方头衔使用权，不能顶着王室名号在外牟利。安德鲁就是现成的例子，深陷丑闻之后，直接被剥夺了殿下尊称和大部分王室特权，连嘉德勋章都收了回去。如果现在给哈里开了先例，退出王室了，还能享受公费安保，还能顶着公爵头衔牟利，那安德鲁是不是也能有样学样？其他旁支成员是不是也能纷纷效仿？到时候王室的规矩就成了摆设，权责对等的原则就彻底成了笑话，君主制的根基都会被动摇。威廉作为未来的国王，不可能拿整个制度送人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对凯特、对自己的小家庭负责。备胎里，哈里明里暗里贬损凯特，说她孕吐娇气、小心眼，连婚礼伴娘礼服的矛盾都拿出来大做文章，让凯特背了好几年刻薄嫂子的骂名。奥普拉访谈里梅根暗戳戳的种族歧视指控，也把凯特架在了火上烤。这些伤害，作为丈夫的威廉不可能释怀。之前凯特还当过俩人的调停人，劝威廉别把关系闹太僵，给兄弟留条后路。可自从查尔斯确诊癌症，哈里拿父亲病情当公关素材之后，凯特也彻底寒心了，再也没提过劝和的事。她是未来的王后，她的温柔从来都有底线，善良也不是没有锋芒。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，查尔斯还愿意给哈里留半扇私人的门，可威廉把守着王室核心的正门焊得严严实实。哈里想借着常回来看看的由头慢慢渗透，威廉就用冷处理、不接招的方式，把所有试探都挡回去。你见父亲是你的自由，我不干涉，但想蹭回核心圈层，拿特权待遇，门都没有。
兜兜转转6年，从高调出走谋划商业帝国，到灰溜溜布局回流蹭王室热度，哈里梅根走了一大圈，又绕回了原点。只是当年走的时候，手里攥着满满的王室光环和流量红利，现在想回来，光环已经快耗光了，口碑也败得差不多了。他们总觉得，只要顶着王子和公爵夫人的头衔，就永远能吃王室这碗饭；只要拿孩子当筹码，就总能撬动王室的大门。可他们忘了，王室的饭从来都不是靠血缘就能吃一辈子的，特权永远绑定责任，待遇只属于在职成员，想享受身份带来的好处，就得承担对应的义务。只想要特权，不想担责任，只想着蹭好处，不想守规矩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更现实的是，查尔斯的窗口期不会一直有，等未来威廉继位，按照他的行事风格，大概率会进一步收紧旁支的头衔和特权。哈里梅根的苏塞克斯公爵头衔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。民调早就显示，3%的英国民众反对他俩用苏塞克斯头衔牟利，2%的人支持直接收回公爵头衔。民意如此，威廉顺势而为，一点都不意外。有句话说的特别对，走时砸断回头路，归时只剩利益心。当年离开的时候，把王室说的一无是处，把规矩当成枷锁，把自由捧上天。现在混不下去了，又回来讲亲情，谈血脉，想蹭回曾经拼命逃离的地方。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，所有透支过的信任，所有消耗过的情分，迟早都要连本带利的还回去。哈里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是王室亏待了他，是媒体对不起他，可他从来没反思过，自己亲手毁掉的信任，要靠什么才能捡回来？自己主动放弃的责任，凭什么还能享受对应的待遇？他总说自己永远是王室的一员，可王室成员的身份，从来不是靠血缘说了算的，是靠行动、靠担当、靠守规矩撑起来的。只想享受光环，不想承担重量，那这份光环迟早会从手里滑落。6年时间，从轰轰烈烈出走到悄咪咪谋划回流，哈里梅根绕了一大圈，最终还是绕不开王室这棵大树。只可惜，树还是那棵树，可当初被他们亲手砍断的枝丫，不是想接就能接回去的。查尔斯的情分留不了太久，威廉的底线也不会松动，靠孩子和算计换不来真正的接纳。等哪天最后一点亲情也耗光了，等威廉继位头衔被收了，他们又该往哪里去呢？靠卖王室八卦总有讲完的一天，靠受害者人设也总有没人信的一天。真正能站得住脚的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头衔和光环，是自己挣出来的口碑和实力。总盯着别人碗里的饭，自己的锅迟早会空。